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时尚玩家呢又要出国了。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不在台湾哦，我们要去日本。那现在我们找一下姐姐。我们会不会被那个日本海关拦下来？到底要飞多少趟？短时间内。然后我们这次要搭一个我自己个人非常期待的一个航空公司。所以我也蛮好奇的，因为最近很多人在搭，而且大家都一直说它餐点多好吃多好吃。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坐看看星宇航空，也来开个箱，等不及要开箱。走吧。我们现在要登机，然后姐姐已经飞速的往前。来，好，欢迎登机。早安，您的早安。谢谢。飞机里面整个就很新的感觉，第一次坐新航。我们做的这个是最新的吧？对，去年2022年9月23号才正式开通的西九州的这个新干线，海鸥号。对，海鸥号。对，然后现在来到了长崎，其实坐了这个海鸥号，好像长崎到博多可以省半个小时。对，很方便。但它里面蛮新的哦，然后设备也都很好，还可以连它的 WiFi。对，其实里面蛮漂亮的，而且坐起来很舒服。时尚玩家之我们又来日本啦！而且怎么一开始就错？对啊，破音。哎呦，真的今天也是舟车劳顿呢。对啊，超累的。飞到福冈，然后再坐这个地铁，又再坐新干线。对。不过我们终于来到了长崎啦。对，长崎站。来长崎要干嘛？长崎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蜂蜜蛋糕嘛。对，因为我们等一下应该要去买个蜂蜜蛋糕吃看看。一定要的啊，土产一定要买来吃。土产啊，多土啊你！但是来这边其实还有一个稻佐山的夜景，我们等一下，因为现在已经6点多了嘛，我们等一下弄一弄，也要出发去看夜景。天色接近黑了，期待这一次我们长崎之旅喽！西九州开始。然后两走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坐这个 slope car 上去稻佐山的山顶。你不要小看这个缆车，这缆车其实超漂亮的耶，而且它是一个超厉害的人设计的，它是法拉利设计集团里面的其中一个日本第一人奥山清喜。对，奥山清喜。对，然后呢，其实因为现在有点暗了嘛，给大家看一下它白天的缆车，其实长这样，非常漂亮。然后缆车其实是可以看到军舰岛的，大概可以坐40个人左右，2节啦。对，2节。但是你从这边上去啊，其实有很多方式，你可以坐这个缆车，也可以坐我们像猫空的缆车，你也可以自己开车上去。哦，是啊。对，你也可以自己走路上去，也可以跑步上去，也可以骑脚踏车上去。它这个车上去大概8分钟，它这样来回是500块日币。
而且它是价值1000万美金的夜景，啊，1000万美金哦。真的1000万美金一定要看一下吧。你看到吗？1000万美金的夜景， 1000万夜景。其实那边应该就是我们讲的时候看得到军舰岛哦，对对对对，那边。然后那个就是女神之桥，而且其实啊，它有一个爱心，你有看到吗？它好像是有限时间啊，它不是一直都会出现，但你可以找，好像听说很多情侣都会上来找爱心，晚上8点到9点50会有的这个点灯啊，就像是恋爱一样啊，稍纵即逝。对，然后每15分钟点亮5分钟。哦，OK，我刚刚有看到爱心，但星座我其实还没看。可是他说星座不是12星对，座，他说不是这个蛇星，那是什么星座？他说是鸽子。那个鸽子然。后呢，我就喝，要不然是烤乳鸽吗？夜景真的是蛮美，拍起来蛮漂亮的，所以大家可以上来这边拍照。它刚好这边是那个啊，三面都环山的地方，然后这边有港口，丘陵地啊，对对对对对，觉得是蛮美的。不过这么冷，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热量很快就会消耗？没错。而且其实这边有唯一一家景观餐厅。哦，在这里面吗？我们为什么不去景观餐厅坐着吃饭？其实刚刚听说景观餐厅好像就是可以看夜景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 ？I don't know。我觉得我要去景观餐厅，而且听说有个神人帮我们安排好一切。而且它的食材好像就是每次都不一样。对，他会依照当天的新鲜食材来做。对啊，所以好好奇。赶快走。好的。いただきます。欢迎大杰哥。欢迎大杰哥。 Hello， 台湾朋友们，好久不见了！真的好久不见呢。对，我以前在台湾一开始的时候模仿谁，还记得吗？记得啊，因为你是谁？你知道我爸就是没有办法来时尚玩家，因为没办法早起，所以就大介哥来，欢迎胡瓜。台朋友的保持的你成功。这一次要谢谢大介哥哎，因为长崎算是你的故乡。对呀，长崎是我的老家，非常感谢两位来了，就是好像我的那个女儿、孩子认识的就感觉嘛。对啊，而且今天你安排还带我们来这个1000万夜景哦，对，然后来吃，这是唯一这边的一家的景观餐厅，叫伊达达基，就是开动的时候就说伊达达基吗的意思。OK， 那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就是这边的套餐。对，那套餐其实它 menu 上面就是什么今日的什么菜什么菜，因为他们每一天的食材都不一样。是。那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道叫土耳其饭。土耳其饭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欢迎料理长啊！好，お願いします。料理長，好帅哦，好帅。土耳其饭，我刚刚看了很多的说法，到底土耳其饭是什么？就是它好像是有把意大利面跟抓饭，然后其实还有炸猪排放在一起，对不对？对。長崎ではですね、異国情緒溢れるですね、多国籍文化なので、いろんなとこの料理を取り入れた一皿にまとめた料理っていうのが主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因为那个长崎是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每个国家都来长崎，就是每个国家的就是历史是都在一盆子里面。哦，对啊，对，所以就说就是托鲁过来子，就是这种说法的。就是 mix 的那个料理这样。哇塞，它的菜其实蛮多的，还有沙拉、前菜，还有汤，然后土耳其饭、面包。我们应该先从前菜开始。嗨，这前菜这个是スパニッシュオムレツ。スパニッシュオムレツ，西班牙蛋炖。哎，现在蛋是高级料理耶。它西班牙炖蛋虽然是冷的，可是很好吃，味道很刚好。它里面是有什么小黄瓜、马铃薯跟这个是火腿的一种。这个是それは何ですか？超好吃的，谢谢。パルメザンチーズ。其实超好吃的。那这个汤是什么？它中间有个樱花耶，好可爱哦。新玉ねぎのスープと、はい、これ真ん中の桜のやつは？桜のパスタになり啊，ます。パスタ里面，嘿，好像是日本的那个长崎市的那个樱花盛开的这种感觉。对。
圆满的盛开，啊，像那样盛开，盛开。它好甜哦，它有点像在吃甜品，感觉它那个洋葱已经磨得像，口感很像萝卜。对，原料都是那个了，就是洋葱就对了。然后就是放了一点新鲜的牛奶。哦，难怪那么甜。甜，搅拌。那这个有要怎么吃吗？还是都可以？まず左手の方からですね、これも本当にトルコライスの定番なんですけど、昔ながらのナポリタン。ナポリタンは日本発祥のパスタと言われてまして、ケチャップであったりとかトマトソースと一緒に絡めたパスタです。そうそう的，对，我是长崎人嘛，每天吃这个是长大的。吃拿玻璃吗？是吗？对，这个方式是日本人自己做的。拿玻璃吗？拿玻璃。是拿玻璃当然。ナポリ。所以像日式意大利面。所以这道理有点像是臭豆腐披萨，是台湾自创的哦，猪血糕披萨这样之类的。但是日式的这个就是意大利面跟意大利面对的差別这是什么？そうですね。日本でこれは独自で日本の方にはお口に合うようにトマトケチャップが入ってるんですよ。独自のですね。番茄酱比较だけじゃなくて。因为意大利那个日本人的口感、口味比较甜，是，然后那个是番茄酱比较多一点。因为意大利可能是新鲜番茄比较多，他们是会加番茄酱，哦，所以它的酸度很明显。对。然后我跟你讲，它那个汉堡排真的好吃到炸天。它这个是牛肉的汉堡排，应该これは牛ですか？はい。長崎和牛。哦，長崎和牛。哇，哇嘞，喜欢的是和牛，对吧？对，长崎和牛。难怪。但是这个是虾子，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因为这很有点像是那种中式的那种。エビフライをイメージしてるんですけど、長崎の皿うどん。它炸老酥哦，这很像那港式点心那种。好好吃哦！天哪，我跟你讲，它这个 cheese 炖饭不得了哎，它的 cheese 用的很足量哎。那有些是假 cheese 炖饭，就没什么那种 cheese 的香味。因为我很喜欢它这个虾子，它其实虾很多哎，很饱满的。很 Q 啊。对啊，很 Q 很饱满。哦，它这个饭好好吃哦。所以这样一道料理，可以吃到饭，又可以吃到面，对啊，可以吃到和牛，吃到虾。因为其实这样吃完蛮饱的，还有一个甜点，还有面包哎。我们刚刚没有看一个 set 这样多少钱？哦，没关系啦，今天我来买单了。啊，真的吗？我们还是要知道价钱，不然我们想点2份。このセットおいくらでしょうかという質問が。3200円。ああ、3200。便宜耶。哦。安いそう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因为很多东西，再加上又有和牛，然后又可以看到夜景，然后还是说长期的消费，其实这样已经算是比较哦，一般来讲还是比较高级。哦，长期可以来哎。哇塞！我刚刚看到它外面有很多座位嘛，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包厢嘛，那这样包厢的话是有低消是不是？こちらはなんかこの部屋を借りるとか別の費用が。问到ここはお料理が指定があるだけでフルコースで6500円からになってますね。この部屋は，这是另外一个套餐，这个6500日币以上的话就可以在包厢里面吃的。哎，哦。2倍で。没关系，他坐外面就好了。もうじゃあ彼だけ外に座ってください。这个长崎是一个好适合你来挥霍的地方，蛮适合的。对，东京的物价差好多，CP 值好高哦。坐飞机的时间也是没那么很近啊，因为我们坐到福冈大概2个小时15分钟。对啊，所以其实福冈也是蛮多台湾人选择旅游的地方。好像那个长崎市的这个长崎县的这个知名度，是不是台湾人觉得没那么？不会，蜂蜜蛋糕很有名哎。啊，只有对啊，蜂蜜蛋糕很有名啊。这几天还要麻烦你啊，带我们看看长崎有什么。好开心两位来到我的，谢谢。哎，对，拍手，是不是？上面有VIP 耶，今天饱餐一顿，明天还有顿更多长崎的地方，我们要去走走看看。而且其实蛮多好吃的。对啊。对，我们这次会吃到蛮多蛮精彩的，所以敬请期待喽。不是只有蜂蜜蛋糕。喂。100年历史的这个茶碗蒸，哎，日本会招待 VIP 用的桌服料，always 新鲜，厚度
你有在开玩笑？茶碗蒸是全日本第一间。难怪卖150，好好吃哦。我去。听说这一家是本店呢，这家是本店的。对啊，所以大家要买的话，一定要来本店买。对，没错啊。那你知道长崎蛋糕，它叫 Castella，但是其实里面没有长崎2个字。太阳饼也没有太阳啊。对对。但是这个 Castella 它这个蛋糕其实是来自于葡萄牙文。哦，这个点心呢是属于伊比利半岛的一个传统点心。当时葡萄牙传教士来日本的时候，带着这个点心给村民拿来享用。欧米亚给的感觉。对，然后后来呢，这个点心就是被买来探病啊，因为这个点心其实是属于比较贵重的，因为当时蛋跟砂糖其实是属于比较难取的，长崎呢又属于对外港口有在贸易，对，所以砂糖这个地方比较好取，哦，所以因此这边会有这个长崎蛋糕。我跟你讲，这边真的本店哦，大家一定要来，而且听说它最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每天限量4条而已。哦，4条。对，因为它其实不是只有长崎蛋糕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品，例如说这个我也蛮想吃的，它就是外面有蕨饼的嘛。然后里面它就会有一个那个红豆羊羹，这有铜锣烧，这个是季节限定的，它这个里面樱花口味是什么口味？口味是什么？日本人有在吃樱花，很明显的有 sakura， 然后这个好像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自带皮的。哦，它还有这个季节限定草莓口味，对，蛮好吃的，碎哦。然后这个就是它红豆的，还是我们今天就各拿一个都给它吃到。我觉得好像可以。我们刚刚也问了，说它直接常温就可以，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我旅行的中间如果没冰箱冰怎么办？它就常温保存就行。因为它很多价位不同的长崎蛋糕，对，而且它的使用的砂糖也不一样，所以它价位都不一样。这边我跟你讲来了。这最高举1天限定4条，用木盒装的，1条3000块。它这个盒子就很有质感。嗨，欢迎到我们的文明岛へ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台湾朋友们最爱文明岛，欢迎你们。你怎么在这里？我去打工了啦！你打工了？演艺圈的工作没有了，所以我在这公司开始工作。那1条抽多少钱？不好说。因为我想问一下，就我们昨天也在讲说，长崎蛋糕它有砂糖的，也有蜂蜜蛋糕，那到底差别在哪里？長崎のカステラはですね、砂糖と卵と小麦粉と米水飴っていうシンプルなですね4種類のものでできています。我猜，他说长崎的蛋糕就砂糖跟蛋是比较纯粹的味道。对，还有2个是什么？来啊！我只听得懂那个。砂糖跟蛋，好像听不懂。一番最初なんですか？砂糖。2番目は小麦粉。小麦粉。哦，小麦粉。3つ目。卵。蛋。4つ目。米水飴，糖水的那种，对，这么简单的4种一起合作的哦，简单的味道，作品这么简单。这个蜂蜜是后来其实是大家客制化加进去，最纯粹的 Castella 应该是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小麦粉、蛋、砂糖跟糖水。他会建议大家就每天进来限定那个4个，就是要先提早预約。必须的。こちらも普通に美味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さらに美味しい。就是它的糖的品质是不一样的。他们用的是那个喝商本最高级的糖，他们用这个糖，好，那个很好吃。了解，那我要下订单喽，你准备好了吗？よろしいですか？早速。好，かしこまりました。来了，先订这个。这个3个入的我要6个。哦，嘿，这个我也要6盒。6盒？对。こちらも6個ください。買いますよ。这个我也要6条。难怪他们会觉得你在开玩笑。真的啊，因为我每次要订的时候就想说，还是真实一点，就是边录的时候我就边订，然后他们就也很配合这样，然后订完我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找我买单，然后呢，永元就去问他们说，他真的要买？我说对啊，很浮夸。为什么觉得我在开玩笑？これ1分录的。哦，真的吗？ありがとうね。这
个现在两个呢，这个就是特别版的，就是它的砂糖的等级是比较高阶格的，因为它的一般砂糖其实就已经蛮好吃的，所以我们可以先吃看看这一个。从外观上面看起来是长得一样，也有感觉它好像颜色亮一点，试试看。对啊，吃吃看好了。哇，很扎实。确定没有蜂蜜吗？吃起来很像有蜂蜜。对啊，它底下有砂糖啦，你看这就跟我们的可能不太一样啊，因为它底下有一粒一粒的砂糖，哦，有哎，很明显。对，很明显。然后来吃它的特殊版本。有哎，甜味很高级，然后它的甜很温顺，它的甜很直接，就是一般正常口味。对，我觉得它的蛋糕体比较绵密，更细致一点。高级海绵体吗？蛋糕体。哦，对，它下面也是，哎，这是更多啊？我觉得有哎。有啊，我也觉得有哎，更多砂糖。但是它吃起来的味道就是砂糖中的爱马仕，然后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直接在撩你，你知道吗？然后你可以整块吃完。好啦，那其实呢，因为呢，它有一些是季节的限定商品，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拿的这种草莓啦，或者这个樱花的啊，那有可能播出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好香哦，它那个草莓味很香，超香的，草莓香味很重。那不同哦，感觉完全不同。那个吃起来就是它虽然没有蜂蜜，但是很像蜂蜜。香味。这个就是草莓加蛋糕，很像你把那个果酱就是放在上面对烤这样。你有想吃吃看樱花的味道吗？它樱花的味道会不会就是草莓？哎，它会有一个咸食的味道哎，很淡的红豆香味，但它有飘一点花香。很难形容。我再感受一下这个花香。好平静哦，就是很淡、极淡的红豆。对，极淡的红豆，它其实没有到很甜啊，我觉得是算耐吃的。吃完这个，我会想去闻一下樱花的味道。不纠结，反正因为可能这个季节来说，你们可能已经买不到，但就跟你们讲说，他们有限定版本。其实我这个我还有再点一个黑糖的蜂蜜蛋糕，你看它光这个颜色就比较深，因为它是黑糖。对。因为我刚刚很好奇，它黑糖跟一般砂糖差别在哪？它应该底下就没有那个砂糖了，它就是黑糖融在里面。哇，好香的黑糖哦！它完全有把那个炒黑糖那个香气啊。它像刚刚那个草莓的，也就是很浓郁的草莓味，然后这个就是很浓郁的黑糖味。然后它也没有到那么甜，其实甜度来说，这个是最甜。再来是它在。这个是最温顺的啦。难怪它最贵。真的。然后再来是这个，他们刚刚也是进来说这个一定要吃的，这个是蕨饼跟羊羹。哦，它的红豆馅儿看起来很好吃哎。这样啊。哦，有甜哦，这个应该爱吃羊羹的人会很爱。它的红豆很扎实的，一整颗，然后很多。它蕨饼很香啊。蕨饼很香。它蕨饼有一个炭味，蛮香的。要配茶是蛮 OK 的。蛮特别。所以一般他们来这边买东西的话，是可以坐在这边吃的吗？也可以内用的。所以你可以尝一下，再决定要买哪一个，就 OK 了。推。今天要带你来吃的这间啊，是这个100年历史的这个茶碗蒸老店。那这个创始人叫做吉田宗吉信，简称吉宗。对，简称吉宗，小名托高。吉田宗。对，这个创始人呢，吉宗先生呢，对，他呢就是有一天呢去熊本是吃到了这个茶碗蒸。熊本不是要吃生蚝吗？对，但是他选择吃茶碗蒸。哦，然后就发现哇，怎么那么好吃？朴实无华的人生，就决定开始他的茶碗蒸人生。是，他一开始是用拖车这样，然后呢开始有一些店铺。你确定他有小跑步？大概这样，我猜啦。但都是在这附近。哦。然后直到了1928年的时候，创立了这间店。对。然后
直到现在，而且10年前还有翻修过。而且其实他这家店呢，后来发现他有一个料理是蛮特别，就好像他们当那个日本会招待 VIP 用的桌服料理。这桌服料理其实也要追溯到之前锁国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卡在这里。然后他们为了要好方便集中管理，就有做了一个唐人屋夫，这是管理中国人的地方。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的料理，因为我们有说了嘛，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在这边，葡萄牙人啊、荷兰人什么什么，很多。其实它的道理有点像我们介绍那个土耳其饭，就是桌服料理的里面呢有很多各式各国的料理，这样。他有提到说，除了茶碗蒸以外，还有这个3色饭。对，我们今天要来吃看看它的这个茶碗蒸有多厉害。对，而且它从这个外观上看就已经很古色古香了。而且你看它那个招牌其实很老，对，就感觉都快掉下来。对啊，赶快进去。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楼下不是说这一家是专门卖茶碗蒸的吗？对，没错。茶碗蒸呢？茶碗蒸有了，但是呢，因为是我的 VIP 贵宾，所以这是我们常见的乡土料理，叫做西北料理、州府料理。就有生鱼片嘛，然后这个也是那个脚煮东坡肉，他们叫脚煮了。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东西，这个是什么？三色饭。三色饭。那有建议我们从哪里先吃起？你们想吃什么都是 OK 的，好，随意。好，那我先来吃个生鱼片好，看你想吃什么。就是那个昌池的酱油是有一点甜甜的。哎，长崎的东西是不是都偏甜啊？对。热河。看看安安的那么开心的那个表情就 OK。大成功。我也是新鲜哦。新鲜爱吃哦，真的很新鲜。那它这切的厚度，你有在开玩笑？这个有诚意的。女生比较喜欢这个厚度吗？很厚啊，很厚。这是有诚意的厚度。这个料理是几人份啊？这是5人份的。5人份啊，看那个甜点。如果还不够就跟我说。这应该会吃不完哦。这不。对啊，茶碗蒸。这是那个茶碗蒸。红豆汤。汤品，那应该是汤吧？对。那茶碗蒸好绵哦。而且他们的茶碗蒸是全日本第一间茶碗蒸。你说他们家？很像那个布丁有没有？对。我刚刚看楼下他还有卖一包一包，就是他可以给你买回去，你直接刀帮你调味调好，东西也弄好，你就直接用蒸的。好软好软。这蛋有点像在喝汤的。对，你看它真的太绵密，软嫩到这样。这3色饭应该是黄色的，应该是蛋丝。对。然后粉红色的应该是虾松、鱼松，然后这个是虾松，都是鱼松。不同的形式的鱼松哦，它底下是醋饭。这个就是直接这样吃嘛，没有要沾什么。没有，它要起来跳3圈，再滚6次。很像肉松配饭。这粉红色的有点像甜甜的肉松。这个反而是比较咸一点。对，咸一点哦。这个又是什么？哈多西。它外面是面包，里面包那个鱼泥，然后拿下去炸。鱼酱。美味しい。美味しい。你们2个都在等我。还是像那个女生神嘛？因为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所以。它外面是炸的那个吐司。它这个饭是，你停下来之后会想念它的味道。对，刚好这个饭可以配着这个。哇，蒸蛋真的难怪卖150年，好好吃哦。而且它其实蒸蛋蛮大一碗。一般蒸蛋不是都是，可能这个 size 再小一点。因为我发现长崎这边的蒸蛋好像真的是很有名，跟很多人吃，就好像是他的一个来长崎一定要吃的料理。因为我下飞机的第一时间就在等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不是去便利商店，对，然后我就发现他有卖一个蒸蛋，就是那种微波的蒸蛋，这么大一个，然后我想说，就是很少在便利商店有看到蒸蛋是这么大，然后我就想说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啊，反正等一下要吃东西我就吃一个蒸蛋好了，然后就真好吃，很有饱足感吧？对啊，然后就觉得，怎么连便利商店的蒸蛋都这么好吃？
就代表这个东西在长崎一定有身份地位。它这个蒸蛋可以单点吗？可以，当然可以。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个粥福料理啊，其实是要事先预约的。一个人是6380日元，所以5个人大概是3万多块日元左右可以吃这样子。然后它还有很多啦，不同的，像这个定时啊，它有定时，小孩子吃的。我看它好像有别的可以单点的。单点的话，对啊，这边啊，单点的寿司，一品料理。对，这样。哎，有人就是纯粹的点这个，哎，就蒸蛋跟三色饭。对，蒸蛋跟三色饭。蒸蛋这个应该858日元啊。单点的话，嘿，13道料理。对啊，是哦，所以这个要来之前要预约，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对，前一天就可以了啊。哎，可以自交代成功吗？可成功，好吃好吃。蒸蛋真的很厉害。这和牛居然卖这么便宜。长崎和牛的天花板，出岛蔷薇和牛，它很软之外，它没有和牛那么油，它的肉质比较多啦，但是就整块都是软嫩。这个汉堡排升天嘞，瘦跟肥抓的比例很好。现在你也知道日本有很多神社嘛，所以这一次来呢，一定要带大家来看长崎最大的神社，这历史也非常悠久，它有1500年到2000年。这个也是日本最悠久的神社，而且这个神社的故事超多的，是吗？但首先它有办很多的祭典，而且它是全世界的3大神祭之一，对。然后呢，它这个画面我们刚好看了一下，其实是真的非常多人踊跃参加，然后他们就是会把一个神木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往下冲，为了目的就是要最后 ending 把它立起来，这样。对，那它每7年办一次。上次办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所以过7年就是今年哎。对，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办，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因为疫情有的改变嘛。但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神宫啊，很多人会来，而且很多单身的男女来。因为听说他的恋爱方面能量非常强，对，这边有卖一些恋爱御守啊之类的。对啊，就看你聊完这一集之后会不会回去就闪婚，看有没有用，是不是？对啊，而且这边就是最古老的交友软体啊，因为你来这边就看一下有没有年轻的这个想要急着恋爱的少女，就现场版在这边等。对啊，就发号码牌这样。对 ，This is my room key。因为我们走上来这边呢，刚不是说这边就是以大家来婚姻或是这个恋爱能量取向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来这里结缘之后会来这里办婚礼，因为这边有一个就是好像可以办那种仪式的，正式日式结婚的那种仪式。我想要体验一下这种日式传统的这个婚礼，对啊，可以来这边。据制作单位说，这个周方大社啊，神社在日本有1万多个分社啊，就有点像那种土地公庙这样，但在这里是土地公庙的总部。对，他们是说这个有点类似像那个概念。师傅好像跟刚刚讲说蜂蜜蛋糕没有蜂蜜是同。对。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酷，为什么有人跟在里面？有申请。刚刚看的这一段呢，我们有问了一下，他好像是个人祈福啦，觉得还蛮酷的哦，这种传统的表演。第一次看到这种现场。对啊，然后呢，其实他个人祈福之外，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神社其实是以男生女生的这个恋爱能量。那所以你们如果是单身，或是其实你
已经有另外一半了，想要就再更进一步，你们可以一起来这。那其他在下面的那一阶就是最一开始的地方。对，那边有一个男生的石头跟女生的石头。对，因为现在其实非常开放嘛，对，就是看你的性向想要找的另外一半。那比如说，如果我是要找男生的话，我女生就要站在男生的石头上，对，就踩另外一个性别的石头上，就是把他们踩在脚下。这么啊，下雨天要小心哦，因为有青苔。对啊，就是就是踩在你要找的另外一半的性向上面。然后呢，上来之后，如果你们是情侣，你们就要一起踩在这个。两个人走上来之后呢，就踩在这个结缘石上面。对，要踩在这个结缘石。祈求。但如果是单身的哎，应该是想着那个人的脸吧，是吗？或者是名字之类的。但你站在这边，然后会不会就有人这样忽然间凑上来的？会跟你配对？奇妙的缘分，这有什么好在神圣配对的？反正就是一个仪式啦，然后是祈福的仪式这样，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试试看。河豚呢？这是不是我们家父的最爱？去东京要炒着吃，大阪也要炒着吃。很常吵着要吃河豚，他超爱吃河豚的。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合格的河豚师傅真的有那么多吗？因为其实你知道做河豚料理，它必须要考证照的嘛。对，一定要有证照。因为一只成年的河豚，你知道它毒素是可以杀死30个成年人。成年人，好恐怖哦！你先吃看看，我等半个小时。我刚刚有跟师傅确认，25岁的时候就考了这个证照，但现在师傅50岁了，是说有可能会忘记，应该不会吧？他会直接说那时候录取率才40%。对啊，其实这个要追溯到这个16世纪的时候，这个丰臣秀吉在出兵攻打朝鲜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白白的牺牲自己的性命呢，就是下令他们不能吃河豚，因为其实那时候人吃应该也不知道河豚有多毒。对，那是直到130年前，这个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先生，他爱上了这个河豚。他就是有一次在春帆楼吃了这个河豚之后，然后决定呢解除这个命令。对啊，但是他也要求说大家一定要更懂得料理，然后但怎么样养殖，所以因此他还成立了东京河豚料理联盟。感觉这些河豚要来报复，你知道吗？就是开放让店家卖啊，但是就是要有执照。要有执照。对。其实他打仗的时候，他干嘛要禁呢？丰臣秀吉就送一堆河豚给敌军吃就好啦。很聪明的，对不对？他们可能没想到。秀吉啊。好啦，这个呢是因为大家知道河豚料理啊，为什么大家这么爱？其实它是非常高蛋白质但低热量的料理。然后呢，这个是它的鱼皮，然后这是它的生鱼片。对。那基本上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萝卜泥再加这个葱放在里面，然后来咯，它这个酱油不得了。这个酱油。不要以为它是普普通通的酱油，好香哦。因为它是有酱油再加醋，然后呢，这个酱油从开店的第一天到现在已经有99年历史。对啊，先有这个酱油，才有这个店东西。而且其实河豚料理啊，不只是只有生鱼片之外，这个我们今天是1人份。对，这个是1人份，然后这个这个是3人份。对。然后呢，其实河豚料理不只就是生鱼片，这边我们看到也还有这个炸河豚。其实炸河豚我超爱吃的。真的吗？炸河豚很好吃啊，而且毒素应该炸完了吧？会比较少。对，然后这个是烤的河豚，水哦，迫不及待。然后有酱油，我好想买哦。好的。完全完美的组合。河豚的肉就是有嚼劲，但它不韧，所以它也是很好咬。当然除了肉本身的肉质以外，酱料是真的蛮重要的。对，它这个酱料好喜欢，小心哦。哇，这个是河豚锅，因为他们也喜欢吃那种河豚下去之后，然后它那个骨头啊、边边的肉下去煮。对啊，这算是比较骨头旁边的肉。我跟你讲，这个超级适合健身人吃，高蛋白又低热量。低热量。难怪爸爸这么喜欢。
他身上看不出什么比较低热量的部分。主要是它这个酱很厉害，所以感觉搭配怎么吃都很好吃。像这个水煮的搭配这个就很好吃。好厉害，肉本身没味道，但它的肉质很 U， 肉很吃河豚是吃它的肉质啊，就是真的是很 Q 弹，而且又有嚼劲的。好吃。我来吃它这个烤物啊，你帮我挤一点在炸的上面。对。如何？它肉质真的没话说，肉质很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又跟水煮的又不太一样。哦，它这个很扎实啊。它这个酱汁我可以外带配任何东西。你吃这个肉感觉它就是扎实，它有在运动的感觉。对。那它大概是做什么方面的运动？游泳。时尚玩家 App 提供吃喝玩乐最新资讯要给你，不定期呢还有生活家电、住宿跟餐券等丰富大奖被赏你哦。没错，现在还推出新功能独家优惠卡，下载 APP 可享有美食、旅游等专属独家优惠，真的超棒的，超级棒的，所以赶快去下载时尚玩家 App。哇，吱吱叫的耶，会不会太熟？要不要赶快吃啊？汉巴格的。不要说我对你不好，来带你吃这一家。日本一定要吃牛嘛，吃牛就算，还是要吃和牛嘛。哦，一定要的，长崎和牛也是算有名的。对，我跟你说，长崎和牛，怎么？我带你吃的是长崎和牛的老板们。哦，再更顶的吗？最顶，长崎和牛的顶天花板，而且它有它自己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出岛蔷薇和牛。而且哦，我跟你讲，出岛蔷薇和牛这个品种啊，只有9%，只有9%。超级稀少，因为总共只有8户人家可以养它。因为其实和牛大家心中的想法大概就是你知道油花分布的很均匀、漂亮，然后吃起来很好吃、很嫩。那我来吃吃看它到底不一样的点在哪里。这也算是第一次吃这种用铁板烤的，对，就是有点像在吃牛排。软，我喜欢，因为它很软之外，它没有和牛那么油。哦，它吃得到和牛的软嫩，但它没那么油，我就喜欢。因为和牛真的有时候油到吃一块就好腻。因为一般和牛咬下去，它比较多是在油脂的部分，但这一块它的肉质比较多啊，但是就整块都是软嫩的那种。我们今天在的这一家很特别，其实它外面是一个卖肉的肉铺。对，所以呢，它大量它的价钱就会比较低。那所以你也可以买肉回去自己弄，你也可以在这边吃。它其实应该是有卖牛肉，还有鸡肉、猪肉都有在贩卖。它就是肉铺这样。我们俩试一下那个汉堡排哦。日本人处理汉堡排就已经够厉害，再加上这个是这个汉堡排升天嘞！怎么会那么好吃？好厉害，这汉堡排很厉害。而且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它怎么好像没有血色，是不是它太老了？和牛很耐煮。其实我们刚刚很担心它老掉，但是不会，完全是嫩，比少女还嫩，比 Blackpink 还嫩。所以它这个酱汁也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如果说你怕会油腻的话，它这个算是比较解腻的这种酱汁。它这边也还有这个wasabi 跟盐巴，就是用这个オニオンソース、こちらはウソースになります。哦，对啊，它里面有洋葱啊，就碎洋葱。哦，你现在又看得出来有洋葱了。我刚刚真的没有，因为它洋葱整个在里面算是化掉了。那他说这个是什么？バンズソースです。
和风手哦，有的刚刚有点酸甜。好みでちょっとお好きなものを選んでもら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お客さんに聞いて選んでもらう形にしてもらう。让就是客人可以自己选择想要吃。哦，所以在一开始点餐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是和风酱或者是这个 onion 的 sauce。怎么会那么享受啊？吃日本和牛，吃日本美食，好爽哦！哦，怎么办？它搭配这个酱也很好吃，然后搭配这个盐也很好吃。我觉得搭盐很好吃哎，搭盐可以吃它原始味道。我来看一下我最关心的价格的方这个价钱你可以啦，2680， 2680，才500多块。对啊，你可以吃到整个长崎和牛最顶级耶，对啊，顶贵耶。那不如吃这个，如果要跟我家牛排比的话，因为我家牛排也差不多啊。吃到底，你拿这个顶级的，人家那8户要哭不是了。因为价钱很像嘛，它这和牛居然卖这么便宜，很便宜，对啊。怎么办？这么好吃，怎么舍得 ending 啊？哦，对啊，而且它这个牛有得过奖，2012年有得过奖的。他得什么全勤奖那个？得的什么奖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怕观众也不太知道。也是啊，他们也不 care 要拿什么奖，就当他们全勤奖啊，让他们每天都有报道。反正就是有获奖的牛肉。这牛肉真的很厉害，然后它的汉堡排大家一定要来试，它的汉堡排处理的很刚好，而且它的那个瘦跟肥抓的比例很好。这个有别于一般想象中的这个和牛，就是油花很多，然后油脂很油腻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是肉偏多，然后很软嫩的这种搭配饭好好吃。我们今天一整天也吃好多东西。对啊。你看昨天晚上我们去看完了夜景，然后又吃了那个夜景的整个套餐。对。然后今天早上又去 Castella， 对，吃了长崎蛋糕，又买了超多长崎蛋糕。对啊，买了超多回去的。对啊，然后长崎蛋糕完了之后，我们还吃了茶碗蒸。对，茶碗蒸，我们又去神社。对。神社还有稍作休息，走一下路。对。去神社完了之后，我们又去吃河豚，然后现在和牛。我怎么还没爆炸？刚刚还有看到他那个电车。对，那电车其实旧式的电车，来来去去很多班，而且他们特色就是电车他们会等红绿灯。对，就这样也比较安全。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巴士。对，你多吃一点，因为明天有很多景点要去走。对 ，OK， 没问题。明天目标走1万步。